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建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万一中国房地产真的崩溃了啊，这是个假设性的议题。那么，当然，我这里要声明2点。第一点，没有任何幸灾乐祸的含义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中国发生了房地产崩溃，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受到影响、受到冲击啊，所以没有人会置身事外。这件事情一定是全球性的经济事件，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说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而是我们在展望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或者我们需要判断一下中国房地产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在此之前，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话题准备，在话题准备之后啊，请大家开始上来发言。我这里请我们今天的节目是 YouTube 平台跟 Clubhouse 平台的双平台的，那么同时的直播啊。那么我先做完话题准备之后，就请这个 Clubhouse 的房间里的网友举手发言，也请这个YouTube 平台的网友在聊天室发表你的观点。好，我现在开始进行话题准备啊。第一点，我讲讲房地产对于中国的价值。任泽平团队以这个2021年中国住房存量报告为基础，测算了2021年中国房地产住房总市值，只是住房啊。那么他的结论是，2020年中国住房总市值是62.6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住房总市值是33.6万亿美元，日本是10.08万亿美元，啊，那么同期中国的 GDP 啊总值是15.22万亿美元，美国是33.6万亿美元，日本是5.0万亿美元啊，那么住房市值除以 GDP。中国是4.11倍，美国是1.65倍，日本是2.16倍。大家知道，房地产是经济成长的效益，也是财富沉淀的成果啊，财富沉淀累积的成果。如果以家庭收入和财富累积的速度来看，那么不是我一个人讲了，中国房地产泡沫是人类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泡沫啊。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房地产对于中国的市值中国房地产的市值到底有多大啊？规模有多大？那么已经超出了美国加日本，甚至加上欧洲的总市值啊。中国有那么多财富吗？啊，这是第一。第二，房地产占经济的比重啊。那么国家统计局说啊，统计数据，中国房地产行业啊，他讲的是行业，占中国 GDP 的8%啊。那么这已经很厉害了啊。但是很多经济团队啊，这个研究认为，房地产及其产业链占中国 GDP 的20%以上。它包括什么呢？包括房地产房地产行业占8%，建筑和建材行业占6%，那么家电、家具、家装行业占5%，金融行业占2%啊。那么加在一起，就是说，房地产和它的产业链联系在一起，它占中国 GDP 的20%以上，这是第二。第三，房产占中国人的财富的比重。那么根据人民银行的2019年的调查，房地产占中国家庭资产总额的70%。那么中国城市居民房屋拥有率占到96%，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的家庭96%的城市家庭拥有房屋。那么平均每个家庭拥有房屋多少套？1.5套啊。那么1套占58%，2套占31%，3套以上占10.5%。
那么中国家庭的负债参与度，也就是借钱56%，那实际上这个比例比这个高得多，因为中国人的负债有一部分来自银行，但是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私人借贷和非房贷的借贷那么所以呢，它的负债参与度应该远远超过56%。另外，家庭的债务和收入比是1.02，那么同样的道理其实这个实际情况要严重的多因为中国家庭买房是6个钱包这是第三，就是房产占中国人的财富的比重。第四，政府的收益2020年全中国卖地收入是8.4万亿那么5项房地产的税收是1.969万亿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占到多少？10.38万亿。同期，全国地方政府一般性的财政收入一般性的财政收入讲的是税收，主要是税收，总共是10.01万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土地获得的收益和它的一般性的收益，比它的一般性收益还要多一点这是政府的收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房地产对中国非常重要，不是一般性的重要。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还是政府，房地产都高度捆绑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房住不炒的调控逻辑那么政策是从2016年开始，中国真的开始认真的、全面的、深入的无孔不入的调控房地产。从什么时候开始？从2016年，2016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简称叫房住不炒的调控政策那么调控模式4个：第一，市场准入，就是限购；第二，融资安排，限贷；第三，交易规则就是限制买卖限制买卖周期第四，市场预期就是舆论控制市场预期包括挂牌价格等等这是第二调控模式。第三，房地产调控的逻辑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就为什么要这样调控房地产市场，或者是说为什么明明看着这么干下去会有严重的后果，还这么干？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就是从2016年开始，中国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什么？是房价不能涨这房价不能涨。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调控房价？是害怕房价跌。为什么？因为房价涨的时间太久，涨的这个空间太高，超出了它理论上应该到的位置，所以它主要是因为害怕房价跌，所以它的调控目标就是房价不能再涨。因为什么？因为房价太高，现实就是房价太高，房价高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房价万一掉下来，那就会砸死好多人，这是它的逻辑所以呢，虽然很多经济学家跑出来解释说政府的政策原因是因为房地产行业占有了过多的市场要素，这是理论界的说法，但实际上他真正害怕的是房价跌，害怕房价跌就控制房价不能涨那手段就很简单，行政干预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行政干预会导致泡沫爆裂或者泡沫破裂，这个情况非常类似什么？非常类似 P2P。P2P 也是觉得这是个大的泡沫，在它长得更大的时候，我先把它给挤爆。但是房地产市场它不想它爆，害怕它爆，所以它先控制它，把它弄小一点
这思路是一个这样的，就房地产调控的逻辑大概就是个这样的逻辑啊。第四，房地产调控的基本矛盾啊。那么房地产市场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房地产市场的收益集中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没有收益啊，因为卖地收入不算是财政收入啊，不算税收，也不算是其他的收入，所以中央政府在卖地上是没有收益的。然后跟房地产有关的税收，中央政府也没有啊，所以基本上中央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没有收益，收益全部都是地方政府。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格局。所以结果的是什么情况呢？中央政府呢，在宏观经济的角度去调控房地产的时候，他没有包袱啊，他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因为他没有利益在里头。所以呢，他在2016年提出调控房地产市场，中央政府非常坚决，力度非常的大。但是地方政府从收益的角度，他更愿意房价上涨，他至少愿意房价温和上涨，这是地方政府的态度。结果并不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不能够采取协调立场，并不是。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地方政府，按照他的意愿做。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调控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如果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他在调控的时候，他是调控市场，他对这个市场的伤害没那么大。但是当中央政府它没有其他的指标，它只有一个指标的时候，什么指标？房价指标的时候，它调控的就不是市场，它只调控价格。当它只调控价格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大家只会看到结果，而这个结果可能最终的是引爆市场泡沫。所以真正的危害是什么？真正的危害是只调控房价，那最终会引爆这个泡沫啊。所以这是房地产调控的基本矛盾，会导致这个泡沫的爆裂而会忽视这个房地产爆裂之前的种种信号啊，因为它只看房价啊，这是第四点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讨论再说房地产市场它是怎么崩溃的啊？那么崩溃第一阶段是什么？第一阶段崩溃呢，有几个主要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一部分这个3、4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率先开始崩溃率先开始崩溃。为什么？这些城市呢？这些城市通常是哪些城市？第一，缺乏核心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它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它就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它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呢，那么人口就会流出，人口规模会逐渐的萎缩，那么这个城市就会慢慢的陷入什么老龄化的状况这种城市通常会率先崩溃，或者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之前涨得太猛一些非市场因素导致房价上涨过猛，它先开始调整，因为上涨比其他城市来的高得多的话，比较效益之下，它房价会下跌这是第一个3、4线城市两种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是什么？第二个情况就是部分房地产企业开始资金链断裂当然首先是中小型中小型基本上每天有一家房企这个破产这个符合之前的过往的规律。但是你可以看到，明显的进入下半年，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这个倒闭数量开始增加这是第一。然后就是大型的房地产企业开始资金链出状况而且原来越大的房地产企业越容易出状况
这是第二个房地产企业。第三个银行，银行对市场的敏感度是最高的，它开始控制放贷，寻求自保你可以看到银行开始控制放贷的时候，房地产市场开始转型第四你每天就可以听到各种坏消息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什么？第二阶段就是第一阶段的恶化但是第二阶段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市场信心第一阶段呢，其实是市场呢处于一个拉锯状态第一阶段就是市场仍然会有很多人对市场有信心我们之前讲房地产的拐点来自哪里？来自信心，来自房地产信仰。当房地产信仰崩溃的时候，市场拐点就到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房地产的市场拥有率就是我们的家庭住房拥有率已经达到96%。如果他不是因为房地产的信仰，他根本不会买房，因为他有房子住，而且中国家庭的平均拥有率是1.5套，都不止一套，他为什么还要买？所以它不是需求问题，是信仰问题。那么，所以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市场它是属于拉锯状态，有一部分还是觉得房子会涨，那么另外一部分人觉得房子不会涨了，完蛋了，这就要走了。第二阶段呢，就是基本上没有人认为房子还会涨，基本上大家信心已经开始瓦解每天都有大的坏消息基本上是这样。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就是一线城市开始跌了，三跌一线城市三跌，当然首先是价格跌，然后是成交跌，第三个是期望值跌，每天的期望值在往下叫期望跌，三跌，基本上房地产市场处于第三阶段，就是我们就说房地产市场开始崩溃了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转已经陷于停顿。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到一些迹象一些什么迹象？我们先说三四线城市有城市开始颁布这个限跌令，不让跌不让跌的城市都是基本上开始在这个崩溃的边缘了那么比如说云南昆明说，如果你恶意降价，我要找你约谈情节严重停止网签这是广西桂林要求这个房企不能够减价抛售那么处罚那些低价销售的房企吉林长春那么禁止低于9折销售，你那个备案价1万块，你不能低于9000卖湖南的株洲跟岳阳都是禁止下跌江苏的江阴，然后河北唐山、辽宁沈阳从去年开始恩施、合肥、东莞、马鞍山、赣州那么分别都出了什么？都出了限跌令，就是不能低于10%，不能超过10%，备案价的10%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中国过去20年，房地产的价格都是从大的趋势来看是上涨了20年。中国房价涨了20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城市房屋供应大于需求，因为每天都在盖房子，市场不断的在深化着供应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城市开始限跌了，也就是说这些3、4线城市的房价正在崩溃当中然后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一线城市2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有价无市成交不断的下跌第二个特征就是政府强力控制
强力控制。然后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之前讲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大规模的出现了这个房地产企业的这个资金链的问题。第一大恒大，恒大集团恒大集团我就不详细说了，大家都知道。我估计恒大理财是恒大集团的其中一个破口。因为恒大理财应该是已经违约了然后他欠了外面一堆的债。第一个是供应商的债，他把供应商会拖垮，他一堆的供应商在拖垮当中，供应商的拖垮又会拖垮他的供应商，这个是这么出去的。然后这一头是什么？这一头就是烂尾。就是在建房屋的烂尾，那一头就是欠款了其他欠款。所以恒大是个，我昨天没说出来，这边恒大就是雷曼兄弟，恒大的规模，如果恒大倒下，它产生的影响就是雷曼兄弟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谁？大家还记得姚振华吗？就是被王石骂说是站在门口的野蛮人。姚振华是深圳的大地主，基本上是深圳除了万科，他是最有钱的大地主姚振华就是说宝能系资金链出问题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恒大出问题。宝能原来是什么？宝能原来是深圳差不多是最有钱的主了他开始出问题然后大家还知道华夏幸福出问题，华夏幸福把中国平安给拖进去了中国平安现在也就是变成就是叫什么借钱变成了股东平安是这个，然后是蓝光发展建业集团是河南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他写封信前阵子我们报过8月份写了封信给这个省长王凯，关于企业出现重大风险和危机，并请求帮扶救援的报告讲他其实他应该理论上来说是没得救了没得救了。那么现在的结论是什么？现在结论是中国房地产，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崩溃的局面，但是有一系列的迹象反映中国房地产市场那有可能出现崩溃我们这几个现象都反映出来。那么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崩溃有什么后果我们讲几个后果第一个当然是财富的蒸发。中国家庭70%的财富是房子如果你房子一夜之间，别说我们不说它这个一下子变成没有价值，你跌掉30%-40%，你说没有多少钱，而且你卖不出去的资产，它的价值是0所以这是中国的财富将会一夜之间蒸发掉很多的财富我们刚才讲任泽平他们团队认为评估中国住房的总市值是62万亿美元那你说如果跌个30%，那是多少钱的财富的蒸发？而且你跌了30%就不会有成交的了基本上是这样这是第一个财富蒸发。第二个房地产破产银行破产银行破产，很多人会把这个房地产银行针对房地产是讲的是住房按揭，其实不是的不仅仅是住房按揭。住房按揭当然你比如说你买房子抵押贷款那么抵押贷款你交了30%、70%银行借，那很多人房价一跌，甚至很多人失业了，他没有办法供楼了，那这就断供了。断供对银行来说那是个巨大损失。
那不断的有企业有人断供，有人不要的房子，那房地产银行就会破产，因为它没现金周转就有问题啊，你不断供嘛，它现金从哪里来？那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跟整个银行的运作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很多企业的贷款抵押品就是房产，那你房价下跌，你要么就问企业你增加抵押品，因为你原来借的这个钱抵押品不够，你要不增加抵押品，要么你把钱还给我，那可能企业就会破产。这是一连锁的反应。那还有很多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也会有很大的影响。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理财产品，很多的债券，它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房产作为它的资产包里面的一部分。你房价下跌，你很多理财产品就会跌的不知道哪儿去了啊。还有什么股市？股市一定是受到巨大的冲击。为什么？房地产企业，中国的股市当中，房地产企业是一个非常大的比重，这第一。第二，跟房地产有关的这些元素，在中国股市当中比重也是相当的高。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房地产下跌的时候，整个金融市场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啊，银行会破产，金融市场会受到冲击，但最终的结果落脚点是哪里？是人民币啊，人民币会大幅贬值啊，那么整个经济运行就会中断，然后全世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受影响，一定都会受到冲击。特别是当然首当其冲是指亚洲啊，亚洲国家这是这是一个什么级别呢？这个当然差不多跟美国的次贷危机差不多吧，啊，应该是一个次贷危机级别的金融风暴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啊，所以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至少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网友，没有一个能够置身事外，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和冲击啊。好吧，我是不是说过了啊？说过超过时间，好吧，艾米，我的这个话题准备就到这里啊。那先请 Clubhouse 房间里的网友举手发言吧，好吗？好的，王老师。我看到有人举手，但是我一直拉不上来大家。你看一下，你那边可以拉上来吗？我再拉上来。对。诶， Jerry，你在吗？王师，大家好。那个谢谢分享，我大概听了一半。如果我可以提问的话，我是想问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标题，就刚刚你也分析了很多货币政策，然后整个经济的这个互相的关联影响，就是您感觉这个事儿发生的这个概率有多大？就是因为这个影响是一方面，就是概率也很重要。这件事情呢，老实讲呢，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进程啊，我没有办法，因为它不是一个匀速前进的一辆火车，你计算它的速度，然后计算一下时间，你大概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因为这里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中国政府，你想一下，现在在挤泡沫的是谁？是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手不停，它一直在挤的话，这个泡沫一定会爆掉。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变量，就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的调控政策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啊，中国经济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经济在下行，它下行到什么程度啊？这里面有个核心的要点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出口。中国的出口现在是支撑中国经济现在这个局面的唯一的独木。那么，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毫无疑问，就算中国政府调控措施放宽也没有用，房地产仍然会爆，因为在本来这个位置就站不住。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系列的变量，除了这两个因素核心因素以外，其他还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包括老百姓的信息。
信心的问题，包括房地产企业的一些行为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持续的，你比如说，就算中国政府现在把所有的限制措施都放开，一个不小心，你来个3、5个大型房企的资金链断裂，那可能市场信心也就崩溃了。所以这里面有偶然性的因素，也有一些我们讲根本性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而这些因素呢，它的变量不可测，所以没办法分析。我们只能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迹象，这个迹象会导致崩溃的结果，但是它一定会朝着前面走吗？不知道啊，我没办法做出这样的判断，好吗？好的，谢谢。因为其实我感觉房价的这个稳定，或者说房地产这个稳定，在中国成为一个不仅是经济的任务，成为一个这个维稳的任务。而且呢，这政府挤泡沫这个过程，就你可以说它挤泡沫也是希望不发生硬着陆。然后关于出口这个，其实出口占中国 GDP 的比重最高的时候是将近30%，然后其实19年已经降到18%，然后去年因为疫情还回到20%以上，就是出头吧。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影响会有多大，就是说，因为出口目前还是受疫情是利好中国的。统计局对出口呢，过去5年不断的降低出口的这个分量啊，是为了想办法让中国经济的形态呈现出另外一个面貌。虽然统计局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断的在做，而且大家看得过去好像样子不一样，但是要知道，中国啊，如果没有了出口，或者是中国出口始终对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中国经济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份额一定是比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来的大，而且来的重要。所以出口这一块呢，我们今天不讨论，我们回头可以找时间来讨论，好吗？但是毫无疑问，就是说你说的政治任务啊，政治，只要是政治局认为重要的事情，都是政治任务，所以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个前提，这一定是政治任务。所以，但是你别以为中共把它当政治任务，他就能把这事儿搞定，不是的啊！你可以看往前翻一下历史，他都是打哪指哪，不是指哪打哪，所以要搞清楚这一点啊。这也是我们讲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题目的原因。其实中国政府在很多经济政策方面，他们的做法是什么？2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有2个特征，第一个叫齐抓共管，啊，我设定一个目标，所有的政府部门全部围绕着目标设定你们的子任务啊，然后齐抓共管，全部把它搞定，这是一个特征。第2个特征什么？第2个特征就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就是我们叫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基本上就是这两招，其他跟这个内在的规律没有关系。所以你最后看到它，哦，原来它最后还是搞定了，但是它从来不考虑经济成本的问题。所以你可能搞定了你的某一个目标，但是你的付出的代价比这目标大10倍都有可能，好吧？所以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围绕着房地产来讨论，好吗？好，王老师，我最后说一句啊，就是因为我做投资，然后我是感觉说，会不会中国的这个房产它有点类似于这个美股的一个走向，就是说一些大的权重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城市啊，比如说这个1线城市、2线城市，它这个房价通过各种手段它能保住。那么3、4线城市其实过去几年已经有这个迹象，或是已经在这么走了，就是说这个房价也是往下跌，也没有量，有价无量，对吧？所以就是会不会做成这个一个方式？因为你最终的这个资金是平衡的，那你相当于保住了大城市，对吧？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在同一个市场当中，它全是连通器啊！你不可能说我只保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1线城市，我保住其他城市都不管了，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资金，大家知道，在一个市场当中有几个核心的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资金，它资金是连通的啊，这第一个要素是资金。第2个是市场信心，第3个是什么？第3个就是政策。
所以呢，虽然中国政府讲一城一策，但是它的总的政策是一致的，它不可能说我放北京一马，然后其他地方全部进行调控，不可能的事情。它要调控的话，全国都在调控。虽然他说一城一策，其实讲的是微调的中间的差异。所以呢，总的来说，你不可能说我保住这几个城市，其他城市我不保，没有这回事。所以呢，如果我们讨论这个崩溃的问题，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吗？哎，好，谢谢。我们下一位请那个 Jerris 在吗？你好，你好。哎，你好。王老师，我认为这个共产党他只想把这个房地产拿来相当于以这个时间来换空间他认为这个大城市的房价太高了，就是让它横在。我们不讨论共产党的意愿，好吗？我们在讨论房地产市场。共产党的意愿其实很多时候不重要，我们要看的是政策和结果因为他的意愿会随时改变现在他这个政策你比如说像南京其实他一个新楼盘开盘的话，购买力还是很强的，很多人他都想去这个参加摇号，因为现在他这个新楼盘政府有个指导价嘛，新楼盘的指导价比那个周边的二手房房价要低一点，所以才会那么多人去摇号。开盘的时候，都好比说100个房子，都有几百个人去参加摇号。但是有些地方呢，房子要降价，然后有些小城市要降价，政府还出台政策去限制你们降价。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各个地方还是很不一样。同意，周期不同，每个城市的表现不一样，这是正常，好吗？那您认为这个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崩盘的几率很大吗？我刚才回答过了，好吗？哎，好，艾米，我 YouTube 上面有一些，我先念一下好吗？好的。那个 Clubhouse 小伙伴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举手上来发言好吗？好，观点：中国的房价没有一个真正的走势规律，如果开始全面下跌，抛售断供的数量会超乎想象。在保汇率和房价的选择上，中共一定是保汇率，再加上现在的中国经济以及人口出生率的现状，所以房价必然暴跌，预计会跌去70%到80%。经常会有人在讨论一个问题，是保汇率还是保房价的问题。这个议题是个伪命题，因为房价跟汇率并没有因果关系虽然我们经常讲汇率会引导这个资金的流动那么比如说汇率高的时候呢，资金流入汇率低的时候资金流出，但是呢，对中国的出口来说正好相反。那么会不会影响房价？理论上来说有关联，但是没有因果关系，所以就不存在保房价还是保汇率的问题，这个是个伪命题情绪，2003年香港房价跌几成，首付3成打水漂银行还追小业主的差价，于是房屋成了负资产。楼市跌造成经济下滑，公楼业主遇上失业，走投无路，烧炭自杀，所以房价下跌对小业主是灭顶之灾03年房价跌了很多，但是真正大跌是什么时候？香港房价真正大跌是97年，97年的房价下跌掉了多少大概跌掉了一半吧跌掉了一半。当时香港那每天都有坏消息观点 CCP 会举全国之力维护房价稳定，因为跌不起我们不讨论 CCP 的意愿，为什么？从管理经济的能力来说 CCP 的能力我们不能只看结果，我们还要看代价。如果你把代价放到一起来看， CCP 管理经济的能力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没别的能力还有就是齐抓共管，所以代价不管，不讨论代价。
所以为什么中国经济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这2个原因啊。还有我经常说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有2样东西啊，2样东西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房地产的信仰。中国房价涨了20年，所以这一代人20年就有一代人，这一代人是看着房价涨起来，从来没见过它跌啊。所以基本上房地产信仰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柱。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政府信仰，就是认为政府是万能的。政府信仰和房地产信仰是房地产市场的2个支柱。所以为什么刚才还有网友不断的讲政府觉得什么样，政府觉得这是对政府的信仰。政府信仰从什么时候开始崩溃啊？从债券市场开始崩溃啊！债券市场开始崩溃，就是债券市场里面原来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是钢铁长城，那现在地方政府这个融资平台已经不是钢铁长城啊，所以地方政府这政府信仰首先在债券市场已经崩溃了，但是在房地产市场还有这个政府信仰。那政府信仰你可以看啊，就是说当很多人会觉得政府想让它涨就会涨，政府不想让它跌它就不会跌，走着瞧。你看一下，如果政府真的那么能的话，恒大就不会破产啊，所以大家也理解这一点啊。然后继续，观点预测房价会冻住，但房租和物价会大面积通胀，也相当于房价跌了。但是通货膨胀令全体韭菜都默默买单，温水煮青蛙。OK， 观点，中共开始就是用房价割韭菜，后来担心经济崩盘，出各种政策，可多被用来抬房价，而地方政府乐于房价继续上涨。现在是什么办法也无法阻止崩盘，恐怕最倒霉的是老百姓。观点，早就不让家里人投资房地产了，现在手里一套自己住，其他的收租金。泡沫这么大，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应该尽早收手。观点，中国房地产的巨大泡沫反映的一个文化现象就是，中国人并没有完全走出农耕社会的生存法则，对房子近乎病态的占有欲，毫无理性的投入和引导，一代传一代。观点，坐标澳洲，中国房地产崩溃对于澳洲的直接影响很简单，澳洲的原料在中国的房地产热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有的公寓都需要大量的钢铁。房地产开发商占了中国所有铁矿石需求的1半左右，因此建筑业的任何大幅下降都意味着钢铁需求的减少，甚至是铁矿石需求的减少。而目前铁矿石的价格已经从5月份的峰值下跌了约40%。观点，所有的税收中，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比如印花税，是该国家和地区比较容易控制，而且受其他国家和市场干预的竞争比较少。政府在客观上有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但是市场有时候不理性，导致价格偏离，所以10次金融危机有9次是因为房地产危机的说法。情况，坐标重庆，重庆算是准一线，但是房价最低，目前虽有调控，但一直还在涨，好像是房地产信仰仍然存在。OK，观点，近期大量基金暴雷，会牵连房企，下半年肯定还有房企暴雷。1线城市房价不会跌，2、3线城市肯定要跌，4线城市以下不会跌，因为房价本来就不高。这还有信仰，还是有信仰。信仰，我们讲信仰的崩溃，它不是一个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它是慢慢延伸过去的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如果中国房地产真的崩溃，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崩溃？那你人民币都崩溃了，经济还不崩溃吗？一定是崩溃了，而且一定是全面性的崩溃了啊。提问，坐标日本，老家在天津，除了父母住的房子，还有一套商铺，面积不是很大。请问王老师，
商品房价格的变动对商铺影响大吗？不用等商品房的影响吧，现在商铺的影响已经很大了。现在商铺还租得出去吗？我不知道，现在很多城市的商铺已经租不出去了，商场都已经那个情况，所以影响商铺的价格，核心的是商业啊，商业有没有生意做啊？如果你这条街就这个地方非常旺，人来人往，那当然这个商铺当然租得很好，租得很好的当然价格也很高。你反过来是一样，它跟住宅关联度不是很大，跟什么有关？跟商业有关。请问王老师，如果中国房地产真的崩溃了，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中共对国家垄断能力，是否可以通过限制降价冻结房价来解决经济下滑出现的楼市危机？没有用。你限价有什么用？你限价，你说就像你现在限涨，你限涨的结果是什么？没有成交啊。你限制跌也是一样，你本来市场要跌的5000，你现在不行，8000以下不让卖，那就没有成交了。结果就是这样，没有但是你不能够解决房价下跌的问题，房价还是会跌的啊。陷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你会直接掉到现金以下去，理解吗？啊，也就是说，中国会失去第2大经济体的地位。如果中国房价崩溃的话，中国作为第2大经济体的地位是保不住的。请问王老师，以行政行为强势限制下跌、限制交易、扭转市场的力量吗？没有的。那是没有用的，就像现在是一样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一线城市为什么没有成交啊？没有成交的原因是因为本来它的价格比它的公布的那个二手参考价要高。你比如说深圳那个，比如说10万一平方，它现在的市场价格是10万一平方，你直接把价格定到7万一平方。那我不愿意成交，我不愿意按照7万一平方成交，我还想按照10万一平方。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银行是按照7万的这个价格来评估，所以你结果是什么？买方就没有办法贷款足够多的贷款。你比如说1000万理论上你按照10万的价格的话，你这个房子是1000万，理论上他掏300万，然后银行贷700万就够了。可是银行定价是700万，按照7万块钱的定价，他只有700万，7749，他要交500万，那他买不起。为什么？他没有500万，他只有300万，这就是问题。那你的房子卖不出去就没有成交。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用中国人非常迷信行政力量，但是行政力量在经济规律面前有用吗？有用。为什么？你可能在表面上看到一个样子，但是其实经济规律还是在发生作用，最终还是要发生作用。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没有成交。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心脏支架。心脏支架现在什么？心脏支架荒。为什么支架荒？本来卖100块钱，对吧？你集体采购说我100块钱不行，领导发话了，必须把价格压下来。那怎么办？我60块钱买，没办法，我还得卖给你。但是卖给你，我60块钱我赔钱，赔钱怎么办？那我就不做呗。于是呢，就买不到支架，因为市场上就没有支架，因为你把价格管控。所有的价格管控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没有交易，或者是没有供应。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就告诉你，这是不可行的。中国人很迷信行政力量，但是行政力量最后的结果是无效，让市场失效。请问王老师，如果各地把限购令等撤除之后，为什么不能买房？如果当政府撤除所有的限购令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房价已经崩溃了，你还去买吗？越是这个时候，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就会大爆发，所有人都不会去买房子了。越是限购令，越是实施限购令，说明什么？市场购买的力量很强，那还是要去买。如果大限购令撤除，那就更不能买。中国人很聪明的啊。请问王老师，大陆房价崩了，会冲击到香港跟澳门吗？你说呢？当然会啊，离中国这么近的地方，别说香港、澳门，日本整个亚洲国家都会受到冲击啊。因为什么？你想一下，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我们用一个什么比喻哈？你是一艘很大的船，很大的船，中国经济是日本经济的3倍，啊，一艘船砰沉下去了，这艘大船沉下去，旁边的小船都得翻，为什么？它形成一个巨大的浪，啊，没有人能够避免，美国都会受影响，地球的那头也会受影响，一样的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说政府怕房价跌才出台各种调控措施？怕跌不是应该限制缓慢上涨吗？对，我们讲清楚啊。当然这里面其实有2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房价已经涨到天上去了啊，房价已经涨到天上去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啊。那为什么怕它跌才限制它涨？因为已经涨到这么高了，已经到了半空中了。你再往上涨，往下跌的可能性就更大。越往上涨，往下跌的可能性就越大。大家理解吗？这很容易理解，对不对？所以呢，他怕它跌，所以就限制它涨，这个逻辑上成立吧？那么它是不是应该限制缓慢上涨？其实呢，我们叫什么？我们叫软着陆，就说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当你出现泡沫，当你出现了价格背离的时候，好的政策叫软着陆。软着陆就让它缓慢的下跌，慢慢的下跌，下跌到正常水平来，这叫软着陆，好的政策。那么不好的政策叫硬着陆，就是你上升，发现不行，这个过热了，过热怎么办？我采取齐刷共管，啪，啪掉下来，这就叫硬着陆，直接自由落体掉下来，这叫硬着陆。硬着陆呢就很痛，因为你直接掉下去，啪摔的就摔伤了，那就叫硬着陆啊。所以软着陆跟硬着陆的效果是不一样，软着陆的时间会很长，硬着陆时间很短，那就暴跌啊。那他为什么不采取软着陆的措施？因为有习近平啊，习近平一句话，房住不炒啊，这一句话下来，底下人就害怕了啊。我觉得大概跟领导人有关系啊。理论上来说，应该软着陆，软着陆用一个10年、20年的时间，慢慢的让这件事情，我们叫慢慢的撒气儿啊。用这种硬着陆的方式呢，后果很严重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在中国房地产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没有什么。当然，首先你不要持有太多的房产，或者是把你资产当中房地产的比例降下来，这是一个比较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其他的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啊。还是那句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人民币都崩溃了，你持有什么资产都没有用，对吗？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要成功稳住房价，会不会寄望于增加计划经济成分？没有用。观点，王老师看得很到位，国内的人就是相信房价会永远上涨，而且政府永远有能力调控房价。去年给家里人说不要买房，不听，说起来都是政府会有多少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房养房。OK， 就是一个是房地产信仰，一个是政府信仰啊，这是房价的2个主要的支柱啊。
观点：如果房地产市场崩溃，中国人丧失的将不仅仅是对房地产的信仰，同样还有传统的对政府和行政力量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人会丧失掉努力工作的原动力，不是秸秆而起，就是直接躺平。我觉得躺平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啊。观点一，刚刚王先生所说的数据，96%的自住率，平均持有1.5套房产，换算起来空房率是多少？这是非常可怕的数据，根本撑不起如此高的房价，崩盘是理所当然，只是时间问题。96%自住率和1.5套，这个平均1.5套，不是我的数据，是人民银行2019年的这个调查的数据。观点要看政府的政策，然后反着干。政府限购你就要买，政府鼓励你去买，你就要观望。对，非常对。观点：社会越进步，社会分工越细化，在 CCP 之下一刀切的对各种进行管控，最终导致分工的退化。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失业率增加，收入下降；表现在风气上就是社会越来越保守，缺乏包容性。现在习近平做的就是导致社会的倒退啊。首先是政治上的倒退啊，政治上的倒退，我们叫政治上的倒退叫什么？叫反动啊，政治上的反动，然后有社会的糜烂啊。观点：行政手段只能滞后经济危机，让市场自己慢慢恢复，也就是增加恢复的时间。但是最后还是要让市场去恢复，不是经济危机就消失了。OK，Amy，到你。好的，我们现在开始轮麦。那个大家的时长在1分钟左右吧。那个 Richard 在吗？在。好，你可以开麦。好，两个问题，第一是，Richard 大点声好吗？好的，那个就是 BlackRock 已经跟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可能会更多的这样的金融公司进入中国，会对中国。谁说的？谁说的？你刚才说的最前面是什么？谁跟啊 ？BlackRock 是要进入中国，它作为作为资金，对中国金融政策市场比较开放的嘛。你说。然后这个会对房地产市场有什么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有一点开脑洞，就是说，假如说，当然很多人不这么认为，假如说美元崩溃了之后的话，是否会为中国产生喘息之机，让中国的经济会美元先崩溃？你说美元先崩溃，为什么美元会崩溃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执政能力的话，是被很多人质疑的。那你也不能导致它美元崩溃吧？你逻辑是什么？逻辑是因为拜登政府执政能力有问题，所以美元就崩溃了？对，基本上这不 make sense 吗？你这个前提不存在啊。美国有很多很烂的政府，很烂的总统，但美元还仍然存在，对吗？还有 BlackRock 去中国，BlackRock 去中国能带多少钱去啊？100亿美元，对吗？信不号不会信号，中国没有全面开放，中国是一家一家批的，不是说我打开门，所有的证券公司来吧，没有这回事。而且一家公司能带多少钱去？没有用的，杯水车薪，别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中国经济是一个1年有100万亿人民币啊，那么的一个经济体，这点钱没有用的啊。好，谢谢。谢谢啊。好，那个我们下一位 Tom 在吗？我在。我想请问，谢谢你。那请问王老师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可以回温？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说的回稳是什么？回温就往回涨是吗？对。OK。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在房地产市场周期的低基期的时候，
逢低进场，在一线城市的精华区进场的话，这种思维适不适用在中国的房产市场？谢谢。好问题，第一个问题，回温啊，那现在实际上中国房地产市场呢，现在的情况是在多空力量在交战，所以实际上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处于一个没有市场共识的状况，很混乱，非常混乱。豪宅市场、普通市场，然后不同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都不一样。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里面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所有市场当中最不透明。中国房地产市场不透明啊，不透明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想让它透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房地产市场根本就是一只脚长一只脚短，就是说为房地产进行服务的这些机构不发达，所以它一下子涨得这么高了。但是其实你想让你了解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服务的机构很少，或者是不发达。然后中共又控制舆论、控制媒体，所以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个大前提就是市场透明度非常的低，你很难去判断房地产市场的真实的情况，而且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也操弄这个市场，所以为什么刚才那个网友说，有些人还在，比如说南京还有很多人去排队买房，为什么？为什么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房地产的真相是什么。你比如说，人民银行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报告说，中国城市家庭房屋的拥有率已经达到96%，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包括我本人，我在此之前我是不知道的啊，我是最近才知道这个 exactly 这个数据。为什么不让说？他也不让你讲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混乱的局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所以买家跟卖家他们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当然，开发商他掌握的信息比买家要多得多，所以他能够制造一些局部的小气候。形成一个局部的这种氛围，这是为什么很多新盘开盘出来，那很多人去抢的原因。他讲的不好听，那就是个骗局啊！这绝对是个骗局，因为买家不了解市场的状况是这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现在呢，市场由于买家信息不对称，所以还有很多人在往里面跑。所以市场还是有动力，当然这个市场的动力它是局部性，不是全局性。这个地方有人冲一下，那个地方有人冲一下。所以现在的情况，其实中国房地产市场，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呢，我们之前做的话题准备是，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些迹象，很多迹象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有崩溃的迹象。但是它还没有崩溃，这是没有疑问啊！现在还没有崩溃，它是有崩溃的迹象。那么你说的回温首先是房地产跌下去啊，大规模的跌下去，不是个别跌，是大规模的跌下去，然后再回温的问题。这个我估计，如果第一，中国房地产如果真的崩溃了，那你想一下，日本损失多少？日本是损失了10年到20年，我觉得中国要恢复的话，可能比日本的时间要长。为什么？日本的经济体的竞争力比中国强太多了，好吗？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中国房地产真的跌下去、崩溃下去，它要回温的时间，我觉得肯定不是10年、20年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问什么来着？这个时候逢低进场的这个规则，当一个市场出现崩溃的时候，市场出现崩溃意味着什么？市场规律就已经失效了，这个时候市场已经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理性的市场，你还是等它回到理性状态之后再去考虑你刚才讲的这个市场规则吧，好不好？就是我觉得，如果当时房地产市场崩溃了，你先等它复苏稳定了再考虑这个因素吧。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太长远啊，好吗？王老师，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可以吗？啊，你说阶段哦，就是若是崩溃了之后，未来中国房地产它有没有可能在本质上做一个质变？它也许变成，比如像欧洲某一些国家，像德国，它的市场已经不具备投资的一个性质在。德国的房地产市场为什么没有？就是很多人觉得完全不值得投资，原因是什么？核心的原因是租金管制。租金管制是个非常厉害的杀器啊！当你进行租金管制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房地产的这个回报率是有限的。那你回报率有限，意味着你房价上升的空间很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当然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你这个市场已经基本上均衡了，就是你是靠增量啊，你是靠存量来维持它运行。那也就是说，存量的话，你增长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你人口每年增长1%、2%，那你市场需求能多少？没有多少。所以像德国，它的房地产投资价值就不高。为什么过去20年中国房价一直在涨？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一直是增量经济，它一直在增长，它城市人口在持续增长。持续增长的城市人口，那房屋的需求不断的增加，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和理论。所以中国房价一直在涨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因为人口在增长，需求在增长，不断的增长的需求，你买房子才会涨价。然后大家都去买的时候，就忽略了，其实中国早就供过于求，那个数据不出来，这个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那中国房价一直在涨。但是，当你房价跌下去的时候，所有的真相都出来了，就是其实大家发现原来他没穿裤子，就水一下来，大家都发现他没穿裤子，没穿裤子意味着什么？你就先去找裤子呗。所以那个时候你说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房价什么时候涨上去，你先消化存量吧，你要把已经供过于求的那部分的供应已经消化掉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增量经济的需求在哪里，那就是漫长的寒冬啊。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哎，好，谢谢王老师。王老师，你油管那边时间啊，我再打2个油管这边啊观点。CCP 会通过行政政策维持房价，纸面上不跌，但随着房地产公司的破产和成交量的暴跌，整个政府收入也会随着暴跌，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暴跌。然后 CCP 会出台房产税以维持地方财政。现阶段有的地方限制最低价格和深圳二手房成交量，就这种情况的表现，这是个恶性循环。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崩溃了。OK， 提问，请问王老师，房地产崩溃对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银行倒闭还是政府破产？中国政府很难破产，因为它是一个无限政府啊。无限政府的什么意思？就是它会先让你破产，它才会破产。他会让所有人先破产，他才会破产，所以他很难破产，因为他有无限的权利，他可以剥夺企业啊。所以我们不讨论政府破产。那么，所以对房地产最大的影响当然是银行倒闭。观点：去年开始听从王老师的建议，果断处理了深圳的房产。在国内房地产投资必须遵循买高不买低，最近特别是一手房绝对不能碰。当然自住除外，投资考虑的话，现在房产不是最优项目，特别是一手房，几年内应该出手很困难，没有人接盘。OK， 明谢 Stephen
Stephen 陈，谢谢 CW， 谢谢 Helen， 谢谢 Happy， 谢谢，终于赶上了王老师直播，请喝咖啡，谢谢。好，我们现在 YouTube 平台上面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OK， Amy。